另一个你长什么样子？你见过他吗？你给我3分钟的时间，我将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看到内在另一个自己，并且疗愈它。在开始体验前，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，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。第二个，让你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进行先点赞后体验，养成好习惯，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，可以躺下，也可以坐下。慢慢地闭上你的双眼，感受一阵的放松，再按摩你的眼球，缓解掉眼睛的疲劳和压力。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。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，请你想象将外部空气中所有的养分可以全部吸入到你的身体。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，再缓缓地吐出体外。每一次深呼吸都会带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下。我会从1数到5，每数一个数，你会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盈，仿佛可以漂浮在空中。当我数到5，你会飞到空中一片云朵之上，进入到最放松的状态下。1，你的身体越来越轻盈，正在飘向空中。2，呼吸越来越平稳，从头到脚放松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和器官。3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蓝天白云和所有美丽的景色。4，你已经离那片云朵越来越近。5，你已经站在云朵之上，感受到脚下云朵的柔软和阳光的温暖。你也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，你可以看到在云朵的中央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楼阁，请你仔细观察，这个楼阁有多少层，有什么特征，是什么材质呢？请你走到楼阁的面前，当我再次数到3，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到楼阁中的任意一层，而这一层也是最吸引你注意力的楼层。你会清晰地记得这是哪一层。1、2、3，请你仔细观察这层楼阁，你都可以看到什么？你会越看越清晰，你会清楚地记得这层楼阁的样子和给你的感受。我会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需要在这层楼阁里找到另一个人，而他可能会在任何的地方。当你找到他后，请仔细地观察他的感受、特征、样貌。我会给你一点时间，请你将内心中所有对他的感受全部告诉他。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拥抱他，你可以选择将他留在楼阁中，也可以带他一起离开。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呢？当我数到3，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。1、2、3。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。人在这尘世间行走的过程之中，仿佛冥冥之中都受到牵引，遇到谁失去谁，皆未定数。这份牵引即为缘分。缘分这个东西，天生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妙不可言。虽然神秘，但这世间的一切变化聚散，皆离不开缘这一字。缘分皆为命中注定，缘聚缘散，也就决定着我们的相遇和错过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
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距离产生美。有句话说，遇见谁恋上谁，皆是久别重逢，前世今生之缘，大千世界所有的相遇，皆为前世种下的因。因为缘深缘浅，所以今生我们的相遇才有长有短。佛经上说，短短今生一面遇，前世多少香火缘。这个世界很小，小到转身就能遇见，但这个世界又很大，大到转身就消失不见。人和人的相遇，是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的，这是缘也是定数。芸芸众生中，只你我相遇，不过是前世未了的一段因果。这一生有幸能遇到，别忘了好好珍惜。原来天注定，缘去勿挂怀，无缘相守便随缘聚散。看淡释怀，过好当下的生活。人与人间的相处，有因必有缘，有了因缘，才有互相对待的结果和彼此感受的回报。这是日常生活中不曾远离的。人无法离群，所居人群中要相互依存才能生活，所以要安处于群众，须与人结好缘。那么到底是善缘还是恶缘，全看用心的一念之间。要想结下好缘，最需要拿捏的东西就是界限感。当人与人没有界限的时候，就会互相越界和插足，常常把自己的事强加于他人，也常常随意跨入他人的生活，结果到最后纠缠不清，互相伤害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讲究界限感的社会，父母和孩子之间、夫妻之间一直都在互相越界。比如当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，父母看到孩子跌倒，立刻过去扶起，这已经是代替孩子完成了成长，这就是越界。当孩子开始学习了，父母就开始擅自帮他们决定要学什么课，钢琴还是书法，舞蹈还是唱歌。等孩子去学校读书了，家长就开始帮他们选择学校，从不问孩子意见。很多父母更是风尘仆仆的早送晚接，甚至很多家庭作业也亲自上阵。当孩子成年了，有了独立意识，父母担心他们早恋，始终在一旁监督，直到高考填志愿的那一天，连志愿都是父母帮忙填的。当孩子读了大学，终于开始放飞自我，然后开始报复式的放纵，边打游戏边谈恋爱，纯粹就是为了放纵而放纵。等孩子大学毕业，真正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孩子由于从小到大就没有被灌输界限感的意识，他们一边大声宣告谈恋爱结婚是我的事，一边又把找工作买房看成父母的事。这时父母只能默默承受自己酿成的苦果。两代人的冲突就是这样产生的，然后不断地向下一代传承。不仅是父母还孩子之间，世间的很多矛盾都是因为没有界限感，走得太近了。那些好得一塌糊涂的朋友，那些如胶似漆的恋人，那些穿一条裤子的创业者，最后往往各奔东西。一旦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距离，就不再分你我。恩惠一旦变成恩宠，情感的性质就开始变化了。曾经喜欢的有多深，最后伤的就会有多深。俗话说，枕边无伟人。无论你多么伟大，如果一个人整天陪着你吃喝拉撒，和你一起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
完全融入你的生活起居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你在他眼里和一个凡夫俗子没什么两样，再大的功德也会被忽略。为什么佛陀身边也曾出现不少叛徒呢？因为他们靠佛祖太近了，每天在一起吃喝拉撒睡，结果看到的全是对方平庸的一面，对方的闪光点和功德也被忽略了，就没有恭敬心和敬畏心了。因此佛祖法身他们观察不到了，佛陀的32相和80种好都不见了，反而却看到佛陀的14种丑态。曾经有一位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，别人都来请教你，认为你有大智慧可以度他们，为什么我就看不出来呢？老和尚对小和尚说，我可以度得了天下所有人，但唯独度不了你，因为你每天都贴在我身边，因为离得太近，结果看到的全是生活的一面。在你眼里，我跟大家都一样，你相信什么，什么才可以度你，谁相信你，你就可以度谁。正是因为我在你眼里跟凡夫俗子都一样，所以我度不了你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有些名人娶到一个粉丝，有些人费尽周折嫁给了自己的偶像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就是这个原因。举个例子，胡一梦在70年代被评为台湾第1美人，李敖见她第一面，就认为她满足了自己对女人的一切幻想，然后开始疯狂追逐，很快就追到手，然后两人结了婚。然而仅仅3个月零28天之后，李敖就举行了记者会，向公众宣布他已经结束了和胡因梦的婚姻关系。当大家问胡因梦那么美，对你又那么痴心，为什么你舍得离开她呢？后来李敖说出了真实原因。有一天，当他无意间推开没有反锁的卫生间的门，见到蹲在马桶上的胡因梦因为便秘，满脸憋得通红，当时场面实在太不堪了。在李敖看来，他的女神应该是完美无瑕的，当发现胡因梦竟然也会便秘，也有不施粉黛的时候，李敖的幻想被击得粉碎。李敖甚至还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书里。而胡一梦面对这些流言蜚语以及前夫种种不尊重的言语时，他只回答了一句，同一个屋檐下没有真正的美人，所以如果你崇敬一个人，想让他做你的人生导师，请离他远一点，这样你才能恭敬他，他才能度得了你。同样，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，想永远那么喜欢下去，也不要试图立刻去占有他，也不要总是想着去娶她或者嫁给他，否则你对浪漫的憧憬和向往早晚会消散。人和人之间最美的感觉是什么？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，你们眼睁睁看着就要在一起了，但是始终还差那么一点点，那种感觉才是最美的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但是大部分人总是处于占有欲和贪婪，总是追求尽快尽全地将对方占有。当两个人突破了最后那点距离之后，一切变得索然无味，情感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心离得越来越远。这不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吗？切记，在这个世界，唯一能最熟悉的人只有自己，无论对方是谁，在他面前，城门四开都是一种大忌。一个人一旦在别人眼里一览无余，只会徒生厌倦，
人与人之间最需要拿捏的就是分寸感。每个人都给自己划了一道边界，就像一条护城河。当这个边界被侵犯，就会产生恐慌和不安，除非你愿意敞开大门让对方进来。比如当你说我有事，你就不希望对方问你有什么事。当你说我在吃饭，你不希望对方问你在跟谁吃饭。当你说我在跟朋友在一起，你就不希望对方问哪个朋友。男还是女，要是能记忆不说，你早就说了，或者你本来就不想说，就模糊搪塞一下，或者你只是不想跟对方说。这不是客套和虚伪，这是成年人的礼貌，这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告诉你，我们需要保持距离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微妙，你陌生一些，他敬畏你稍熟悉一点，他就拿捏你，因为你的7寸已袒露在那里。社交就像跳舞，你若进一步，他就要退一步，你若退一步，他就要进一步，这也才能互动并循环。老子说过，大于事，事于远远于反。如果2个人一直任由距离拉近，一定会适得其反，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，这就叫人性，是一门生活的必修的艺术课。我至今对一件事记忆犹新。10几年前，我大学刚毕业，有一次老板请我们吃饭，期间他在介绍嘉宾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位女嘉宾，介绍完之后，她补充了一句：“这是我太太。”我当时很惊讶，一般人介绍自己老婆都是很随意的，她竟然那么有礼貌。后来同事告诉我，他们夫妻之间一直相敬如宾，直到现在，他们家庭都很美满幸福。的确，相敬如宾才是夫妻最高境界的相处之道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搞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以为夫妻之间就应该不分你我，然后互相指责乃至嘲弄，所以到了最后，都在对方眼里一无所事。想想吧，多少夫妻耗尽自己一生的精力，给对方打差评。夫妻是这样，亲人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、情人之间也是这样，给彼此留一定的空间，还他们一点自由，让各自多点想象，岂不是更美？老子还有句话：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邻居吵架了，其实这句话说的是人和人相处的最高境界，即便近在咫尺，却也不会互相影响和干涉，彼此独立，和而不同。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，是欣赏彼此的长处，懂得对方的不容易，就这么互相欣赏和关注着。虽然不天天在一起，但是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他能伸手；当他有需求的时候，你懂他想要什么。这是一种默契，也是2个人最好的关系。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给自己设置一条界限，同时也要懂别人的界限在哪。人生如尺，要有度，感情如面，别越界。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远远近近自己定，原则是让自己愉快，别人轻松。亲人之间，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，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，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，距离是友好陌生人之间，距离是礼貌。别小看这些生活里的距离，有多少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，远了生出不满，
近了又生出矛盾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，与某人的关系越亲密，越容易经常与其发生摩擦和矛盾，反倒不及与初次见面者交往容易。家庭成员情侣之间常常相互埋怨，正是这种情况的表现。距离让人有想象的空间，让人规避彼此的缺点，把美好的一切展现在对方的面前。俗话说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，距离产生美，其实就是彼此尊重，能够随时退一步的海阔天空。在和别人的交往过程中，我们都应该保持距离，不是不交心，而是给对方的心留下一小片空间。我们没有权利侵犯别人的隐私，也不是不热情，而是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，以免过热招致别人的反感。要把自己的热心用对地方，你终究不是别人，别人也不是你。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方式。人与人之间要用爱来沟通，但别用爱来说是较真。距离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，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，可以相处轻松，合作愉快。就算有朝一日我们走的路不再相同，也能够问心无愧地分手告别。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，因为只想着自己，而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就算那是爱，自私的爱又能走多远？当我们最终在爱里失去了别人，又因此失去了自己，在痛苦里最终失去了善良，又因此失去了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距离原来是爱的翅膀，用距离来节制爱，才是最恰当的爱护与情谊。不必靠太近，还有各自的生活；不必离太远，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，让我们慢慢地走近。不必问彼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遇见就好。如果路不同，就让我们这么擦肩而过，又慢慢地走远。你依旧带着你的美丽，好让下一个人把你深情凝望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相处舒服，亲密有度，这样彼此才会感觉到美好。如果过分去关注一个人，在意一件事，并不是一件好事，甚至会打扰对方的节奏和方式。那么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就需要保持合适的距离，该说话的时候说话，该沉默的还是沉默。这是一种亲和力，会让人感觉到轻松自在。所以说，人与人之间关系再好，都应该保持合适的距离，才能受到更多人的青睐。那么保持这3种距离很有必要。一出言有尺，待人有度，意思即说话要有分寸，待人要有尺度。与别人说话时，言不可伤人，话不可告人，因为好话一句3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因为对别人好点，自己会更好。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海不言自深。不骄不躁，是低调谦逊之人；不卑不亢，是沉稳淡定之人。在人之上，要把别人当人；在人之下，要把自己当人。人不管职位高低，都要学会做人。对待别人需要仁爱宽厚，你不尊重别人，别人也不会尊重你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对自己宽厚。你不尊重自己，别人更不会尊重你。无论身份尊卑，都要学会说话。说话养人，人人尊；出口伤人，人人恨。
不说过头的话，不说疏离的话，不行过分的事。眼是一把尺，量人先量己；心是一杆秤，对人一般同。当你批评别人时，先要反思自己的短长；当你炫耀自己时，先要清楚自己的斤两。不要忘记，修养重于颜值，人品重于能力，尊重无关权力，处事一视同仁，相处不分尊卑，待人不可势利，常怀感恩之心，感恩戴德，心胸大度点以德，抱怨常怀欣赏之心，悦己也悦人，善于欣赏别人，自己越来越优秀，善于欣赏自己，自信越来越提升。真正的潇洒，就是积极进取，乐观向上；真正的快乐，就是无忧无虑，无恐无惧，淡然轻松。无论在何时何地说话，都应该做到不多言，不妄言，有礼数，有节制，分长幼仪得体。与父母说话时，要尊重，要守礼，当用好言语，切忌发脾气。哪怕父母一时不理解你的意思，或不接受你的意见，也不能用不敬之词回之。与儿女说话时，父母们不可居高临下，妄加呵斥，动辄训斥，应当以亲切柔和、关爱温暖的话语去与子女交流沟通。与朋友说话时，最需要坦诚放松，一边交流一边聆听，要乐朋友之乐，忧朋友之忧，尊重对方的意见或建议，深携对方的情感和心思。与陌生的人说话，不可因为彼此陌生就话语声音，应该懂得第一印象很重要。你的素质、你的修养、你的品行，全都暴露在你的态度和话语之中。有些陌生之人，相识后会成为朋友；有些陌生人，第一次接触后就再也没有了交集。说话切忌傲气、霸道逼人、恶语伤人；待人切忌虚情假意、眼光势利、蛮横无理。说话必须修养好，修养就是我们人格最美的魅力。做人必须人品正，人品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。其实一个人的言行就代表了这个人的本质，你的说话方式造就了一个人对你的一个判断和认知。尤其是在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都会通过你的言谈举止来判断你是否值得处一个懂得说话有度，能够顾虑到别人感受的人。这样的人才会让人如沐春风，有想相处的欲望。不得不说，在这个社会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隐私。作为一个朋友，即使关系再好，也不要过分去窥探，要保持合适的距离。在说话做事的时候，要懂得考虑对方的态度和意愿，不要做让彼此反感的事情。没有谁会想要过度地暴露自己内心的东西，即使身边的人也不例外。很多人都会想要有自己的私密空间，在特殊的时候，他不想要有人打扰。这时一个人就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出言有尺，待人有度。对于很多事情，没必要过分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，要做到相互尊重，少说多做，待人真诚才是最好的方式。二，保持界限，懂得感恩。与人相处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感恩。懂得感恩的人，一定会更加能经营好这段关系。很多时候，一段关系的结束从来都不是一时的，都是日积月累的。真心被消耗完，自然也就慢慢放下了。要想保持长久的关系，
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保持界限的同时，懂得感恩。两个人相处，其实分寸感是很重要的。对方帮过你，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，相互帮助，在对方有需求的时候，尽力而为，自然彼此都能惺惺相惜。若是仗着一个人对你好，就肆无忌惮地消耗一个人的好，不懂得回应，那么有一天心也是会凉的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相互的，别人帮你都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任何时候都要认清一个人的心理，不要消耗一个人的真心。孟子曰：人之相识，贵在相知；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。人生于世并不孤独，因为除了父母，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。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，但因为惺惺相惜，所以肝胆相照。遇到开心时，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分享；遇到麻烦时，不用说一句，他是第一时间出现帮助你的人。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，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。有他的陪伴，夜也不那么漫长。朋友之间也会产生矛盾，但他愿意放下计较，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。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，他永远会记得你，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。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，却可以找朋友说。一杯淡酒，一壶清茶，一吐为快，一醉方休。有些事自己一个人做不成，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。多一个朋友，就会多一份力量。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。年轻时相互扶持，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，感恩朋友。有他们在，人生才活得精彩。感恩对你好的人。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有直有量，有多闻益矣；有辩辟有善柔，有辩佞损矣。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，一辈子遇不到几个。每当你需要帮助时，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身边。对你好的人，即使你落魄潦倒，仍旧不离不弃。衣贫衣富，卖贱买贱；衣贵衣贱，买贱交情。真正对你好的人，不会口蜜腹剑，没有吹捧的本事，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。真正对你好的人，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好，无保留的信任你。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，直言不讳地批评你，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。等你东山再起，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，也默默为你祝愿祈祷。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，有多高的地位，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。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，感谢他们不吝赐教，肯花时间帮你成长。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，如何练成72变，笑对81难？岁月峥嵘，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。时光静好，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。感恩对你好的人，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。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，都绝无仅有；每一次再见，都可能再也不见。孟子曰：众议佛让人惜缘。凡事遇见都应感恩，感恩父母，感恩朋友，感恩对我们好的人。学会感恩，不负不欠，懂得明确自己的界限，但是也不要让人为难，感到失望，这样对方才有和你继续相处的动力。彼此包容，相互理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
人与人之所以走到一起，更多的是内心的吸引，彼此的能够懂得对方，相互理解，自然就会感觉到轻松自在。每个人都有需要包容的缺陷，你知道维持友情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不是矛盾和冲突，而是时间久了，越走越远。你看那些几十年不变的友情，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：默契。这种默契使他们懂得相互尊重的同时，主动去包容对方。因为和一个人相处多了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对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每当矛盾爆发，你也要明白，你其实是一个比自己想象中缺点还要多的人。如果不懂得理解和包容，将会很难相互适应。就像两个饮食习惯不同的人，坐在同一张饭桌，要么各吃各的，要么各自放下挑剔。因此，三观契合的人，往往更容易成为朋友。可是，即便是双胞胎，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。人和人一旦距离近了，就会不断遇到问题。就像哆啦 A 梦和大雄刚刚认识的时候，蓝胖子也很恼火大雄身上的缺点，可终究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大雄能让哆啦 A 梦体验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护和温情。所以哆啦 A 梦可以包容大雄的毛躁、懦弱和笨手笨脚，大雄也不曾辜负哆啦 A 梦的信任。他们能成为朋友，不仅是命运的安排，更是因为他们谁都不曾辜负谁。若是两个人不懂得互相理解和包容，就会不断消耗彼此的耐心。什么是朋友？朋友就是我知道你脾气不好，知道你偶尔会说脏话，知道你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，这些放在别人身上我会很讨厌，但因为是你，我就觉得没什么。你不需要完美，因为你的存在本就比其他人重要。人生路上，能和我风雨同行的人，只有你。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，有些道理每个人都懂，可有些友情还是非常短暂。因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时间，形成默契更需要时间。其实从陌生人到成为朋友，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？只不过大家都学会了包容。友情是需要共同维护的，友情也真的很脆弱，只要稍微有所忽视，感情就淡了。学会维护友情，这也算是一种成长吧。想和一个人成为朋友不算很难，只要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地点，遇到恰好相互吸引的人。可要想维持一段友情，真的一刻都不能忘却。毕竟再好的朋友，也总要面临时间和距离的考验，总要克服那些原本并不契合的个性。能走到一起的人，一定付出了极大的容忍和退让。最好的关系，并不是要时时刻刻都懂对方，而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，能够理解，站在他那一方，这样他的内心会得到安慰。真正好的关系不一定要走得太近，彼此理解就好。有时候靠得太近反而是一种负累，这就是所谓的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会有自己的思想和认知，就会想要彼此的理解和包容，能够感受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。所以说，两个人相处，最好的状态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彼此独立，但又彼此需要。在对方有需求的时候，
能够给予宽容和安慰，这样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默契，彼此就会渐渐习惯对方，离不开对方。与人相处，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的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做，对方就会怎么回应你。凡事都应该有它的原则和底线，这才是最这样的。如果过分地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，这就是一种道德绑架，也没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爱和关系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最好的关系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亲密有度，彼此感觉到轻松自在，也会感觉到温暖舒服，这样才能长久地走下去。